好，大家好，我是剑哥。那不少人在联机游戏的时候会遇见这类的提示，说您的 NET 类型可能会导致高延迟，或者说压根连不上别人。那这个 NET 类型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去影响你的 P2P 联机？又如何去优化呢？而在进行 PT 下载的时候呢，你是否又经常的发现自己的上传速度为零网站的新手任务都过不去？那大家都告诉你要有公网 IP 或说是 NET1 才能够玩，而很多地区呢都在回收公网 IP 了。那这个 NET1 又是什么呢？与此同时呢，前段时间飞牛 NAS 的路径穿越漏洞闹得挺大的。前两天呢，青龙面板呢也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很多的 NAS 厂家呢都紧急下架了相关的套件，将 Web 面板去暴露在公网本质上来说等同于将一个安全性很低的、权限极高的超级中介用最危险的协议暴露在任何人都可能轻易攻击的地方。而且很多用户他没有公网的 IP， 我们又该如何安全的在异地访问我们的本地服务呢？这里呢，我们给到一个检测 NET 类型的网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是 NET 几的类型。下面呢，我们将为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什么是 NET 的类型的真实含义，那不同 NET 之间如何打动，并且实战提升游戏 BT、PT 玩家的连接性，在没有公网情况下呢，异地安全的访问 NAS。公元1994年5月1日，距离 IPv4 地址蓝泉枯竭还有3650千。为了解决 IPv4 危机，人类制定了 RFC 1631和网络地址转换技术 NAT， 去解决那场即将席卷全球网络的地址风暴。NET 全称为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即网络地址转换。它是一种在 IP 网络中呢，用于将私有的 IP 地址转化为公有 IP 地址的技术。我们这里打个比方，简单解释一下它是干什么的。假如说呢，你去饭店吃饭，你肯定不能直接去后厨跟厨子说你要吃什么，你得先招呼下服务员过来，告诉他你想吃啥。那服务员整理好了你是哪桌客人，想吃什么东西，然后呢统一去交给厨房处理。厨房的厨子呢，他只需要知道你想吃啥，他就给你做啥菜，他也不需要关注你是谁或是哪一桌客人点的。那等到菜做好了，也不是你去后厨拿菜，或者说厨子把菜端给你来，而是服务员呢按照之前记下的你是哪桌的，点的什么菜，然后呢把菜端给你。服务员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呢，就执行了 NET 的任务。那当客人越多，服务员呢要对接的客人，那要记的桌号和相应的点的菜就越多了，那就需要服务员拥有更强的性能。如果说服务员处理不过来，那你等了半天吃不到菜呢，就会跟你刷不出网页时一样红温了。我们这里再换一个更简单的比喻，那 NET 就是你上晚自习跟不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去传小纸条，那中间那个帮你传小纸条的同学。说完 NET 是什么，下面我们就要具体介绍一下它的类型。大家应该听说过什么 NET 1234锥形、对称型，那这次呢，我们一次性的搞清楚。那以下的内容就是经过了简化的处理，那真实的网络情况呢，远比我们说的要复杂大家能够理解运用即可。我们呢先假设一个简单的家庭网络，电脑连接路由器，电脑的 IP 地址是192.168.7.7，那路由器的局域网的 IP 就是192.168.7.1。路由器呢通过了 PPPoE 拨号拿到了下发的公网 IP 7.7.7.7。那一次完整的上网过程呢，比如说我们的电脑区要访问这个谷歌，那实际上是访问的谷歌对应的 IP 的443端口。那假设是8.8.8.8.443，那简单来说呢，我们和谷歌之间传纸条，那路由器就是做中间帮我们传纸条的。假设呢，我们从电脑的1234端口发起请求去访问8.8.8.8.8的443端口，那请求呢来到路由器192.168.7.1，它会替换掉我们电脑的 IP 和端口，变成它获取到的公网 IP 和自己的一个空闲端口，假设是4321。那这个过程呢就是 NET 映射，同时路由器呢会记下来192.168.7.7的1234端口被映射成了7.7.7.7的4321端口，然后呢要访问8.8.8.8的443端口。这里的 NET 映射呢有3种模式。最宽松的就是不限制，那只要是192.168.7.7的1234端口发起的请求呢，无论访问谁，都复用
192.168.7.7的1134端口对应 7.7.7.7 的4321端口这条规则。严格一点呢，就要去限制 IP， 那只要访问 8.8.8.8， 那无论端口是多少，它都能够复用192.168.7.7的1134端口对应 7.7.7.7 的4321端口这条规则。但是如果你访问 1.1.1.1 的话，那就得重新映射一条192.168.7.7的1134端口对应 7.7.7.7 的5432规则了。更加严格一点的话，那就是限制 IP 加端口，192.168.7.7的1234端口对应 7.7.7.7 的4321端口这条规则呢，它只适用于访问 8.8.8.8 的443端口。如果说呢，我们要访问 8.8.8.8 的2345端口，那就会重新映射出一条192.168.7.7的1234端口对应 7.7.7.7 的6543端口。那我们回到不限制的情况，下面的请求给到了谷歌，很快呢，谷歌就给我们回消息了。请求呢来到了路由器，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路由器查了一下刚才的记录表啊，由我们的192.168.7.7的1134端口映射成了 7.7.7.7 的4321端口，然后呢，访问 8.8.8.8 的443端口的记录，就能决定是否让数据进来了。如果说呢没有这条记录的话呢，我们的路由器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默认会拒绝所有外面想进来的，而不然每个人都来你家去坐一坐，大开门了属于。有记录的话呢，就会和 NET 映射一样，有3种的限制模式，我们简称为 NET 过滤。那最宽松的就是不限制。虽然说 192.168.7.7 的1134端口对应 7.7.7.7 的421端口对应 8.8.8.8 的43端口，是为了访问 8.8.8.8 的43而建立的。但此时呢，路由器是在最宽松的监管下啊，管你是什么 Google、亚马逊、Cloudflare 啊，想进去都可以进。所以说，路由器一般会提示你存在安全风险啊，谨慎选择。严格一点呢，就去限制 IP， 那只有 8.8.8.8 能进来，那不管端口是什么。更严格点呢，就是限制 IP 加端口，那只有 8.8.8.8 的443端口能进来，别的端口都进不来。最后呢，路由器再根据192.168.7.7 的1134端口对应 7.7.7.7 的4321端口这条映射规则，把数据给到了我们的电脑的1134端口，完成一个闭环。那数据出去啊，就会有3种限制；那数据进来啊，就也会有3种限制。两者结合呢，就能得到我们常见的几种称呼啊，越来越严格，安全性能也越来越高。NET1呢，就是出站和入站都没有限制，又称全锥型。它是最特殊的 NET 类型，因为它能和任意的 NET 类型顺利完成 P2P 的连接，和我们平常访问网站一样轻松。比如说 NET1 这边访问谷歌建立了一条规则，而 NET1 的入站和出站都没有限制，所以说任意的 NET 类型呢都能够通过这条规则顺利连上 NET1。而另外一边呢，发起的这次连接呢，就是为了连接 NET1 的 7.7.7.7 的4321端口。所以说呢 ，NET1 也就能通过这条路径去连上对方。NET2 呢是出站没有限制，入站呢仅限制 IP， 又称为受限锥形。那 NET3 呢是出站没有限制，入站限制 IP 加端口，又称为端口受限锥形。NET4 呢是出站限制 IP 加端口，入站呢也限制 IP 加端口，又称对称型。那剩下几种组合方式不常见，我们就不赘述了。如果说你的电脑能够直接获取到公网 IP 呢，那就不存在 NET 的啊，我们一般称为 NET0。到这里呢，我们也应该能够理解锥形和对称型的具体含义了。那锥形呢，就像这个圆锥啊，它的顶点到底有无数条线，代表它可以1对多；而对称型顾名思义就是对称的，两对应，1对1的。那可能有不少的观众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听懂。知道了有几种 NET 类型，那它到底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 P2P 连接呢？接下来我们就实战在几种不同 NET 之间打洞，就能直观感受到了。下面呢，我们用大火的这个 TS 举例，用法比较简单啊，客户端覆盖很广，网上的教程众多，就是连某 SB 内核都支持了啊。不喜欢的话呢，国外还可以去尝试 ZeroTail 啊，国内的话常常试试可以用皎月连 EasyTail， 或者的话可以自行配置 WireGuard 啊，可以参考我们这一期的视频。以下呢依旧是一个简化操作，方便大家理解。TS 呢也是傻瓜的设计啊，就你注册登录就可以用了。就假设呢 AD 的路由器获取到的公网 IP 是 7.7.7.7，
那 AD 的电脑 IP 是192.168.7.7，那 BD 路由器呢获取到的公网 IP 是9.9.9.9，那 BD 的电脑 IP 是192.168.9.9，那 TS 的公网 IP 呢就是 5.5.5.5。首先呢 A 和 BD 的电脑和 TS 去建立一个连接，那双方路由器会记录一下对应建立的表。先是电脑的 IP 加端口映射成路由器的公网 IP 加端口，要去访问 TS 的 IP 加端口，那 TS 会告诉这个对方的公网 IP 加端口，双方就可以尝试去连接对方。那有一方是 NAT1 的情况下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里给没有看懂的观众再演示一遍。假设呢 A 是 NAT1，B 从 TS 呢你拿到的 A 的 IP 加端口去主动连接 A， 如果说 B 是 NAT1 到3，那出站是不做限制的，会复用192.168.9.9的1234端口对应9.9.9.9的4321端口这条映射规则去访问 A 的7.7.7.7的4321端口。如果说 B 是 NAT4啊，那出站会去限制 IP 加端口 ，A 的 IP 加端口显然和5.5.5.5的2345端口是不一样的，于是呢会新建立一条规则去连接 A。那数据到达 A 这边呢，准备入站，那 A 的192.168.7.7的1234端口对应7.7.7.7的4321端口呢，虽然是为了访问5.5.5.5的2345端口映射的。但是呢 ，NAT1 它不限制这些，就家门大开，想进就进，所以说 B 就能顺利的连上 A 了。接下来呢 ，A 来连接 B， 那 NAT1 的出站不受限制，数据顺利从 A 出来到了 B 这边入站，那这个时候呢 ，B 就会查表看能不能放它进来。一查这条连接是自己主动访问7.7.7.7的4321端口之后呢，原 IP 加原端口发回来的数据就直接放行了，这样 A 就能顺利连接上 B 了啊 ，P2P 就连接完成了。如果说双方都是 NAT3 的话，那出站不受限制。在从 TS 拿到对方的公网 IP 加端口之后呢，就会建立起新的访问对方的规则。入站的时候啊，一查表，那双方都有访问对方的规则，就能够成功的 P2P 连接成功。如果说 B 慢了一拍 ，A 先发起连接 B 的请求，由于 B 这边没有访问 A 的 IP 加端口的规则 ，B 就不会放 A 的数据入站啊，就会一直连接失败，直到 B 发起访问 A 的请求，并且记录了相应的规则，双方才能 P2P 的连接成功。如果说 A 是 NAT3，B 是 NAT4 呢，情况就有些棘手了。A 连接 B，B 是 NAT4 入站限制 IP 加端口，这条映射的规则就只允许5.5.5.5的2345端口入站。A 是怎么都连接不起来上 B 的啊，反过来 B 来连接 A 呢 ，B 是 NAT4 出站也限制了 IP 加端口 ，A 的 IP 和端口显然也不是5.5.5.5的2345端口，就得去重新映射一条规则去访问 A。而 A 是 NAT3 入站限制 IP 加端口，只允许9.9.9.9的4321端口入站，那5432端口是进不来的。A 连接不上 B，B 也连接不上 A， 一根筋就变成了两头堵了。所以说网上流传一句话，双方呢想要 P2P 的连接成功呢，那 NAT 类型加起来要小于等于6啊。不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盘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国产工具角域联和 EZTR 啊，就有办法让 NAT3 和 NAT4 去打动成功。A、B 那 P2P 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呢，虽然说 A 连接 B 的时候呢，出站建立了连接 B 的 IP 9.9.9.9的规则，但是当 B 连接 A 入站的时候查表呢，发现 IP 对上了，端口对不上啊，导致 A 连接不上 B，B 也连接不上 A。那我们另辟蹊径呢，去猜 B 可能有哪个端口去连接 A， 在 A 这边呢发起多条连接去连接 B 不同的端口，换挨个试呢，总能碰到 B 开放的5432端口，但是这样的效率太低了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让 B 不断尝试用不同的端口去连接 A， 这样 A 就很容易碰上 B， 为了连接它开单端口，就能够成功匹配进入，双方实现 P2P 的连接。最后呢，是双方都是 NAT4， 想要连上就十分困难了。有一方是 NAT3， 起码那边的 IP 加端口是固定的，那双方都是 NAT4 的话，那出境都限制了 IP 加端口，那每次建立的规则都是随机的，那完全就是蒙着眼睛，双方互相乱连了啊！只有瞎蒙碰到死耗子，双方恰好给对方的随机端口发了数据才能连上啊！只要愿意等啊，总归是有可能连上的。但是你俩的行为在运营商看来啊，非常像是网络攻击啊，这里就不太建议尝试了。
双方都是 NAT4 的话，还是看一下下面提到的提升 NAT 类型的方法。所以说呢，只要两方有一方不是 NAT4，那总归有办法去 P2P 连接成功的。在了解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就能看一看着手改善我们的 NAT 类型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检测一下自己是 NAT 几。一般情况下呢，大家默认都是 NAT3啊。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路由器的 NAT 过滤模式呢是限制 IP 加端口。如果说你检测出来的 NAT 类型小于等于3啊，想异地访问加载 NAS 等设备呢，其实就非常简单了，两边分别安装 TS、ZLTel 等软件就可以了。飞牛的应用商店就有，飞牛这边的登录一下，异地设备也登录一下，就能安全的 P2P 连上了，比自带的穿透或者公网直接映射端口安全的多，而且能够跑满你家的上行带宽。如果说在另外一边连不上，大概率是另外一边是 NAT4，可以开启路由器的 UPnP， 或者说是实时912连压 EZTL 等，都是傻瓜式的操作啊，网上教程一大堆，我们就不再赘述了。那如果说你检测出来的 NAT 类型呢是 NAT4啊，先不要慌，我们来到路由器的后台，给电脑的 IP 划入 DMZ， 然后关闭电脑的防火墙，再测试一遍，相当于呢我们手动让路由器不再限制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呢仍然显示 NAT4， 那就是运营商在限制你的。CGNet 是 NAT4， 我们这边怎么操作都没有用的。此时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掀桌子，去和运营商 battle 一下啊，不行就赶紧的换一家。CGNet 呢全称 Care Grade Net， 也就是运营商级别的 Net。我们绝大多数观众家里的宽带呢都是没有公网 IP 的，我们路由器里面有一层 Net， 运营商那边至少还有一层 Net， 所以说我们至少会过2层 Net。那最多 Net 类型取数字最大的那一次。不过呢，一般情况下，运营商都不会去故意卡你，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情况下的 CGNet 都是 NAT1，大家只要考虑自己家里的路由器，毕竟限制你的也是需要算力的啊，只有少部分地区的少部分运营商啊，基于某些原因才会这样做。前面的测试自己是 NAT4 的观众可以分享一下你是什么地区的什么运营商。那如果说你测出来是 NAT1，那么恭喜你啊，被我恭喜到了啊！以下的开放端口提升 NAT 类型操作，你同样适用。安全性能依次降低。首先，这端口映射呢，或者叫虚拟服务器，相当于局部的 NAT1，只有我们映射的这条规则符合 NAT1 行为，那适合纯手搓啊。默认无公网 NAT3 环境下，可以配合 STUN 去穿透，实现类似于公网级的体验。再者呢是 UPnP 啊，相当于刚才说的端口映射懒人版啊，局域网内的程序可以自动进行端口映射，不需要你手动配置。那 NAT3 和 NAT4 想用上 TS 打洞成功的话呢，那 NAT3 这边路由器开启 UPnP 即可。P2P 游戏在你开启了 UPnP 之后呢，在游戏服务器的辅助下呢，也能够顺利连上别的玩家。UPnP 呢，相较于端口映射，虽然说方便了很多，但也是可能会被恶意程序利用的啊，让内网的设备暴露在互联网上。然后是全锥型的 NAT， 极少部分路由器可以直接将 NAT 类型修改成全锥型的 NAT， 也就是 NAT1， 安全性呢是进一步下降的。只要存在 NAT 映射，任意外部 IP 都可以进来玩一玩。最后是 DMZ 啊，相当于直接把所有的端口全部暴露在互联网上，安全性最差的，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要开启的。端口映射 UPnP 手动设置全锥型 DMZ， 那4种提升 NAT 类型的方法的安全性啊是依次降低的。那综合便携和安全性，对于新手比较友好方式是开启 UPnP。如果说你对安全性有比较高的要求，那就只手搓端口映射规则即可。比如说飞牛的入境川的那个漏洞啊，你只开放了 VPN 的端口，不直接暴露飞牛的外部端口，也不使用任何穿透工具，基本上就不可能轻易被黑客入侵。那如果说你不是路由器拨号，而是光猫拨号的话呢，大概率你的路由器后台的上网方式是自动获取 IP， 将它改成桥接模式，或者说是任何包含 AP 中继等字样的模式。如果说你的路由器比较老，没有这些模式，那就来局域网配置里面呢，把 DHCP 去关掉，然后去光猫的后台设置端口映射 UPnT、DMZ 即可。不过市面上的光猫和路由器千千万万，你总能遇到一些端口映射失效、UPnP 无效，甚至 DMZ 不起作用的。如果说你按照我们上述操作仍然不能成功打动，那游戏玩家呢，我们建议直接花钱买个游戏加速器，一劳永逸。想要异地访问的玩家呢，你可以联系一下运营商，将光猫改成桥接模式，然后买一款我们推荐的这些路由器啊，便宜的100到200就能搞定。像加速 PS5、Xbox 等主机游戏用户呢，也可以同样看看。最后呢，简单总结一下呢 ，NAT 是一种 IPv4 公网 IP 不足的一个妥协技术。那只要你不是终端直接获得公网 IP， 那么你就必然要进行 NAT。NAT 类型的划分呢，主要是对出站和入站的数据进行行为限制。NAT1
全锥形，那出站和入站都没有限制。Net 2即受限锥形，出站没有限制，入站仅限制 IP。Net 3即端口受限锥形，出站没有限制，入站限制 IP 加端口。Net 4即对称型，出站和入站都限制 IP 加端口。而要实现不同 Net 类型之间的打洞呢，除非是 Net 4对 Net 4，那只要两边的 Net 类型加起来小于等于7，都是可以轻松打通的。然后呢，就是提高 Net 类型的方法，除非说你给电脑划定的 DMZ 关闭防火墙仍然测出来是 Net 4，也就是说运营商刻意限制了你，这个时候你只能想办法和运营商 battle， 或者说是更换运营商，不然端口映射、UPnP、手动设置全锥形、DMZ 这些方法呢，都是能够帮助你去提升 Net 类型安全性，依次降级。如果说这些操作很难起作用的话，这就是你遇到了奇奇怪怪的硬件，你可以联系一下运营商，将光猫改成桥接模式，然后换一款我们这些推荐的这些路由器。最后呢，基于以上的知识呢，给3类的玩家一些建议。游戏用户的话呢，不想花钱就去路由器或者光猫内打开 UPnP， 我们是建议你直接购买游戏加速器。加速主机呢，可以用路由器上的加速器插件。如果说路由器不支持，那么可以去参考我们推荐路由器的一台路由器。那异地组网的用户的话呢，如果说你两边都有 IPv6，那肯定能连上。换句话讲，大部分的公司、酒店等地方，它不给你 IPv6，你想要在异地访问家里的 NAS 还是优先考虑 IPv4。我们家里的大部分情况呢是 Net 3，如果说两边的 Net 类型加起来小于等于6。NAS 和另外一边安装上了TS、Lerotel 等组网软件的话，登录就能互相连上了。如果说大于6的话呢，就需要去路由器或者说是光猫内手动开启 UPnP， 或者说是尝试使用角约连、EZTL 等国产组网工具。两边都是 Net 4的话，就尝试一下我们上面提到的提高 Net 类型的方法。当然，如果说你两边都有 IPv6，那肯定能连上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看我们视频呢有没有去帮助你了解清楚 Net 呢？如果观众不要点小亮点赞，因为我们是全是 YouTube， 你们点赞都分账。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脑精华，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传个 CFK。如果想购买电脑号，跟来我们淘宝店铺传个多数码。非常哥，我们下见，拜拜。